聂怀桑替魏无羡倒了杯干红，那倒真是。高中那会儿的确没见过几个女孩给他送过小礼物，倒是魏兄你啊，以前收过的巧克力、小纸条那可是不计其数，抽屉里都装不下。一旁的蓝忘机周身的气场仿佛又压人了几分。魏无羡笑笑，含糊道：“哪有那么夸张？”点好的菜很快上齐了。魏无羡正低头吃着东西，一碗汤突然被放在他面前。他以为是蓝忘机盛来的，便也没说谢谢，随手端过来，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来喝，却在入口的一瞬间突然顿了顿手。甜的，有奶油味。他最讨厌这种稀释的甜汤。他皱了皱眉，正想抬头看向蓝忘机，却听见一道甜美的女声在身侧响起：“怎么了？不好喝吗？”魏无羡一怔，偏头看去，见自己左边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聂怀桑变成了一个女人。魏无羡第一眼便觉得她眼熟得很，在对方凄凄爱爱的目光下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猛然反应过来，周素，叫做周素的女生双眼一亮：“你还记得我？”魏无羡干巴巴地笑了两声：“啊，记得的，怎么可能会忘呢？眼前这个就是7年前他从温晁等人手中救下的女同学。”周素的眼睛亮亮的：“这么多年，我还以为你已经不认得我了。”他一把抓住魏无羡的胳膊：“当年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不是哭着鼻子跟我道过歉了吗？何况当初要是没有你替我出庭作证，那事儿也不会散了。”足够了。对方吸了吸鼻子，轻笑两声，复问道：“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儿？那时离高考只剩几天了，你却突然间不告而别。”他的声音里带了哭腔，是有些说不下去了，眼眶微微泛了红。魏无羡没想到他会一上来就问起这些事，脸上的笑意明显僵了几分。他轻轻吸了口气，勾了勾唇角：“出国待了几年而已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周素道：“那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？过得好不好？”魏无羡不动声色地抽回被他抓住的胳膊，语气轻松：“留学，挺好的。”祝素喃喃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见魏无羡并没有继续交谈下去的意思，只先把话咽下去，顺道用公筷给他夹了道菜：“尝尝这个，味道很不错。”魏无羡点头示意，然而只是用自己的筷子在上面象征性地点了一下，便又将其移开，去夹别的东西。他心下有些憋闷，正摸了高脚杯准备灌2口，却被蓝忘机拦住：“伤胃。”魏无羡递给他一个可怜巴巴的眼神：“好久没喝了，就一次。”蓝忘机替他舀了一碗排骨汤：“先喝点汤再说。”魏无羡接过：“好吧，那喝完就让我喝酒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多吃点东西，垫胃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补充道：“少喝些。”魏无羡的心情疏忽美好了起来，十分乖巧地低头喝汤。经过刚才那道甜汤的洗礼，面前这碗排骨汤仿佛香了不少，但他还是边喝边对蓝忘机说：“凑凑合合，比我姐炖的差远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蓝忘机魏无羡慕地生出一种与他品味相投的意趣，偷偷地雀跃了一小下，也随手给蓝忘机夹上几筷子自己认为合口的菜。后者从善如流的将他们吃的一点也不剩。KTV 包厢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着，几个姑娘唱着旋律悠缓甜美的歌。聂怀桑凑到魏无羡身边同他碰碰酒杯：“怎么坐这么远？那边人多。”魏无羡轻抿一口杯中的酒，瞅了一眼身旁的蓝忘机，同聂怀桑低声道：“你们班长大人喜静，不愿意过去，可也总得有人作陪不是？”聂怀桑看看他，又看看蓝忘机，笑道：“从前我们每年都有聚会，蓝忘机也从来没参加过，怎么今天你一来他也来了？魏兄不愧是魏兄。”魏无羡挑眉：“是他不来，还是你们根本不叫人家？”聂怀桑略尴尬地摸摸鼻子：“啊，不是我们不叫他，问题是谁敢叫啊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？人家根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岭之花。”聂怀桑笑意吟吟：“也许吧。”不过他的声音稍放开了几分，不像之前那样刻意压着。说起高岭之花，魏兄，怎么人家周素刚跟你频频示好，你却高冷的跟蓝班长一样？魏无羡道：“我哪有？我不是冲他笑了吗？”聂怀桑道：“笑？你那叫笑吗？”
你以前对班上的女同学笑的那叫一个勾人心魄，如沐春风，我看了都觉得晃眼。今天呢？今天那个顶多叫假笑。魏无羡往沙发上一瘫，姥姥，骚不动了，得了吧哥哥。聂怀桑斜护地者挤眉弄眼道，你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周素她以前可是咱们学校最雅最香的一枝玉兰花，多少人心心念念了3年的女神啦，却只对你情有独钟，别人连余光也不分一下。哎，说起这个，你知不知道当初温潮为什么有事儿没事儿找你茬吗？魏无羡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他不是谁的茬都找吗？聂怀桑，那倒是，可对你的敌意尤其明显呢。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魏无羡，还能为什么？嫉妒我的美貌与才华呗。聂怀桑，哎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还有一个就是他当初看上周素了，想玩她。可是钱啊花呀，甚至各种名牌都送遍了，人家一样不落的全给退回去了，天天想着怎么给你做巧克力蛋糕。你说这换谁不想揍你？魏无羡皱眉，并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层渊源，也难怪温潮后来那么狠。聂怀桑自顾自道，后来你不见了，他失落好长时间，这么些年一直想着你，盼着你，听说连男朋友都没交过，此等情深意重啊，你就一点表示也没有。魏无羡下意识地朝蓝忘机看去，他微垂着头，眉目冷淡，手里握着一个玻璃杯，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，仿佛丝毫不在意他们这边在讨论着什么。魏无羡心里有些发堵，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，拖着嗓子道，是啊，人家这么稀罕我，我老不回应人家，太不对了。蓝忘机眸色微暗，抬手将杯里的水一饮而尽。聂怀桑偏过头看他一眼，伸长胳膊越过魏无羡轻击了下桌子，班长，水喝完了吧？我去那边再给你倒一杯。蓝忘机抬眸望向聚了不少人的酒水台，略一思索后颔首道，多谢。聂怀桑端起他的水杯起身离开。包厢里喝酒的人很多，整个空间里都充斥着一股子酒气。魏无羡想起来忘机自幼在书香雅正的蓝家长大，酒都没沾过几口，更别说泡在这样的场合里这么久。他想问问他是否有什么不适，可却见对方只低头看着手机上的什么东西，一点精力也没有分给自己，一时有些气结。老这么上赶着干嘛？魏无羡赌气地想，左右人家也不会再多在乎你一点。话筒不知传到了谁的手里，调子变得有些缠绵悱恻。魏无羡并没有注意这到底是谁唱的，只是听到了一句歌词，心底的某个地方突然柔软了下来。Then he'll be I to love you of me. True of me. 魏无羡再一次转头看向身侧的人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轮廓被映衬得更添了几分冷硬，却还是让心头的湖面漾起圈圈涟漪，一点一点顺着微风散开似的起了波澜。魏无羡想，这种时候真是太适合表白了。